亚马逊雨林位于南美洲的亚马逊盆地，面积700万平方公里，横跨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等9个国家，占据了世界雨林总面积的50%，以及世界森林总面积的21%，是全球最大和物种最多的热带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亚马逊雨林不仅有地球上最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碳汇之一。该地区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并将其转化为氧气，为地球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空气净化功能。据估计，亚马逊雨林每年可以吸收约20亿吨二氧化碳。此外，还对全球水循环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地下水库储量庞大，能够为该地区的生态系统提供持续的水资源。作为全球最大的雨林，亚马逊拥有无与伦比的生物多样性。世界上有1/10的已知物种生活在亚马逊雨林，是全球最大的动植物物种的聚集地。雨林中生活着427种哺乳动物和两栖动物，378种爬行动物，1294种鸟类，2200种鱼类，250万种昆虫，其中许多物种只能在亚马逊雨林中找到。雨林植被茂密，高达30至50米，有些地区甚至更高。许多树木和植物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据估计有4万种植物，约16000个树种的3900亿棵树木。使雨林生机盎然的就是发源于安第斯山脉的亚马逊河，虽然长度在世界上处于第2位，但其流量和流域面积是世界上最大的。其流域面积达到691万5千平方公里，相当于南美洲总面积的40%。亚马逊河向大西洋排放的水量达到了每秒18.4万立方米，相当于全世界所有河流向海洋排放淡水总量的1/5。从亚马逊河入海口直到肉眼看不到海岸，海洋中的水都不咸，150公里以外海水的含盐量都相当低，被称为淡水海。济州岛位于朝鲜半岛西南海域，面积1826平方公里，人口为67万，是韩国最大的岛屿。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济州岛由大约200万年前的海底火山喷发形成，主要由玄武岩和熔岩组成。火山口喷出的玄武岩岩浆从山的东西两侧流向海岸，部分地区形成平坦的熔岩平原，大部分地表覆盖着玄武岩、黑色火山岩、石英和由熔岩风化形成的火山灰，因此岛上均匀分布着熔岩窟。此外，还分布着400余个大部分高度在100米左右的子火山，这些子火山几乎都是汉拿山火山喷发结束的后火山作用形成的。岛上屹立着韩国最高的山峰，海拔1950米的汉拿山。汉拿山是一座巨大的盾状火山，构成了济州岛的主体，通常被视为济州岛的代表。韩国民间流传着济州岛就是汉拿山，汉拿山就是济州岛的说法。这座山确实可以从岛上的各个地方看到，山顶经常被云层覆盖。汉拿山上有一个火山口湖，叫做白鹿潭，它是由地下岩浆运动导致山脊顶部坍塌形成的。根据季节的不同，湖的周长可达2公里，深度可达约100米。由于岛上的地理特征，即使是同一物种，也有许多亚种因隔离而出现。此外，汉拿山因海拔高度不同，气候带也不同，是极地动物和热带动物共存的地方。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和巴西交界处的伊瓜苏河上，是世界最宽的瀑布，亦是南美洲最大的瀑布，被誉为南美第1奇观，与维多利亚瀑布和尼亚加拉瀑布并称为世界3大瀑布。1984年和1986年，阿根廷伊瓜苏国家公园和巴西伊瓜苏国家公园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伊瓜苏瀑布是一组瀑布群，由275股大小瀑布或急流组成，总宽度2.7公里，
比尼亚加拉瀑布宽4倍，落差为60米至82米，年平均流量每秒1750立方米。雨季时，瀑布最大流量为每秒12750立方米。这时，各大小瀑布会合成一个马蹄形大瀑布，大约一半的河流流入称为魔鬼喉咙的狭长峡谷。伊瓜苏瀑布壮观的风貌，深深地吸引了每一位到访的游客。当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在第一眼看到伊瓜苏大瀑布时，就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称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的尼亚加拉瀑布太可怜了。事实上，这位美国前第一夫人对伊瓜苏瀑布的赞叹确实名副其实，因为伊瓜苏瀑布不仅在高度上超过了尼亚加拉瀑布，在宽度上更是对方的4倍。伊瓜苏瀑布是一个重要的生态系统，有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这里有超过2000种植物，500多种鸟类，80多种哺乳动物，以及各种爬行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其中一些物种是瀑布周围地区特有的，非常珍贵。黄山位于中国安徽省南部黄山市境内，南北长约40公里，东西宽约30公里，山脉面积1200平方公里，核心景区面积约160.6平方公里。以其壮美的山峰、奇特的石柱、秀美的云海、清幽的松林和清澈的泉水而著称，主体以花岗岩构成，最高处莲花峰，海拔1864米。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2004年2月入选世界地质公园。在距今约1.2亿年前的白垩纪，黄山地区地下岩浆上涌，在离地面7至8千米的深度冷却凝结，形成了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体，其直径约为100平方公里，形态大体上是一个球形。由于地壳运动，这块岩石经历了一层一层的风化剥蚀。大约距今1300万年前，黄山岩体逐渐展露在地表之上。而现在我们看到的高大的尖峰和深谷景观，大概是在距今100多万年来才逐渐形成的。黄山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古代文人墨客有很多人来黄山游览，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书画等文化遗产。明朝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2次登临黄山，赞叹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徐霞客评黄山有太代之雄伟，华山之险峻，衡岳之烟云，匡庐之飞瀑，雁荡之巧石，峨眉之清秀。黄山1000米以上的山峰共有77个，其中命名的有72个山峰。自古黄山云成海，黄山是云雾之乡，以峰为体，以云为衣，其瑰丽多姿的云海以美、胜、奇、幻享誉古今，尤其是雨雪后的初晴、日出或回落时的霞海较为壮观。怪石、奇松、枫林漂浮在云海中，可领略海到尽头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境界，是中国传统绘画和文学以及现代摄影中经常出现的题材，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奇山。死海位于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交界，是世界上地势最低的湖泊，湖面海拔为-424米，湖岸是地球上已露出陆地的最低点，湖长67公里，宽18公里，面积810平方公里，是一个世界闻名的自然奇观。湖水盐度极高，且越到湖底越高，一般海水含盐量为3.5%，而死海的含盐量在23%至30%左右。表层水中的盐分为每升227克至每升275克，深层水中达每升327克，是一般海水的8.6倍，也是地球上盐分居第5位的水体。死海之所以叫死海，是因为它的高盐度使鱼类无法生存于水中，但有细菌及浮游生物生存，在希伯来语中称死海为盐海。因为盐度高，所以富含大量的镁、钠、钾、钙盐等矿物，也因为盐度高，任何人皆能轻易地漂浮在死海水面。
死海是一个内陆盆地，由约旦河谷和阿拉伯断裂带的活动形成。死海的水唯一外流途径就是蒸发作用，而约旦河是唯一注入死海的河流，因此约旦河河水流入水量与蒸发水量决定了死海的水位。近年来，因约旦和以色列向约旦河取水供应灌溉及生活用途，死海水位受到严重的威胁，水面已经每年减少1米。自1960年代以来，海面已经缩小了约33%。死海在古代就是世界闻名的治疗疾病的疗养圣地。古代以色列文化经典《圣经》中就有关于死海的记载，据说可以治疗各种皮肤病和关节炎等疾病。古代的医生会将患者带到死海边上，在那里用盐水浸泡、泥浴、沙浴和日光浴等方式治疗疾病。芬迪湾是大西洋西岸主要海湾之一，位于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和新斯科舍省之间，三面为陆地包围，仅西南与缅因湾连通，两者以大马南岛为界。芬迪湾以世上最为大型潮差而闻名。芬迪湾潮汐变化极为显著，潮差约为16米，全世界的平均潮差只有1米，潮汐是半日潮，这意味着它们每天有2次高点和2次低点。这种极端的潮汐变化造就了湾区独特的地形和生态系统，形成了河口湾、海峡、潮汐沼泽等多种生态系统类型。当落潮期间，可以在海底漫步，屏住呼吸，停下脚步来想想，6小时前还在附近高耸的怪石顶端旁划着皮划艇，现在正漫步于潮湿的地面，寻找着稀有的石头和化石，而这里曾经灌满了16米高的海水，这一切真是难以置信。要知道，不能待太久，因为从现在起的6小时后，1000亿吨的海水将冲回这个拥有世界最高潮汐的海湾。芬迪湾的生态系统极为丰富，是北美洲最重要的鸟类繁殖和迁徙地之一。在芬迪湾地区有近400种鸟类，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海鸟北极海鸥。此外，湾区还是许多鱼类和海洋生物的重要栖息地，包括鲸鱼、海豚、海狮等海洋哺乳动物。每年夏天，成群的座头鲸会来到芬迪湾，在这里觅食和繁殖，为游客带来非常震撼的观赏体验。九寨沟位于中国四川省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是长江水系嘉陵江上游白水江源头的一条支流，面积650平方公里，属世界高寒喀斯特地貌，以其绝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而闻名于世。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1997年被列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九寨沟大多数湖泊的形成源于水中所含的碳酸钙。远古时代，地球处于冰期时，水中所含碳酸钙质无法凝结，只能随水漂流。到距今约12000年前，气候转暖后，流水中的碳酸钙质活跃起来，遇到障碍物便附着其上，逐渐积累，形成今天九寨沟中一条条乳白色的钙质堤埂。这些堤埂堆积起来，形成堰塞湖。九寨沟山水约形成于第4纪古冰川时代，现保留大量第4纪冰川遗迹。由于富含碳酸钙质，湖底、湖堤、湖畔均可见乳白色碳酸钙形成的结晶，而来自雪山活水本身清澈，加之梯状湖泊层层过滤，其水色显得更加透明。千百年来，九寨沟隐藏在川西北高原的崇山峻岭中，人类的活动显得微不足道。该地区藏民几乎与世隔绝，过着自给自足的农牧生活。由于山高路远，九寨沟一向鲜为人知。九寨沟的得名来自于景区内9个藏族寨子，这9个寨子又称为河药九寨。由于9个寨子的藏民世代居住于此，故名为九寨沟。九寨沟的自然景色以高山湖泊和瀑布群为主要特点，即湖泊、瀑布、河滩、溪流、雪峰、森林及藏族风情为一体。
其动植物资源丰富，具有较高的生态保护、科学研究价值。约有 52% 的面积被原始森林所覆盖，期间加生建筑和各种奇花异草，也有诸多野生动物栖息于此，如大熊猫、金丝猴、白唇鹿等。米尔福德峡湾位于新西兰南岛西南部，在峡湾国家公园内，被誉为新西兰最美的峡湾，也是新西兰最知名的旅游胜地之一。峡湾河流向内陆延伸22公里，水面与山崖垂直相交，冰川被切割成 V 字形断面，峡谷下沉后形成了如今的景观。在所有的山涧几乎都能见到大大小小的瀑布，在峭壁上，大小瀑布的轰鸣声汇成动听的天然交响乐。最著名的瀑布是萨瑟兰瀑布，位于密福特峡湾上，总落差580米，居世界前列。在这个峡湾内当中，看到的是群山合围，峭壁万仞，飞瀑流泉，冰川盈盈，给人以无限美感。西海岸的14个峡湾总长44公里，最深处约500米。南海岸的峡湾更长，入海口更宽，其间还分布众多小岛，景色美轮美奂，不禁令人惊叹大自然鬼斧神工。英国作家吉普林称其为世界第8大奇观。1792年，第一批欧洲人来此前，毛利人在此开采绿岩。峡湾内生活着宽吻海豚、新西兰长毛海豹和黄眉企鹅，特别在海豹角上常有大量的年轻海豹聚集。在峡湾风平浪静之日，海水会倒映出壮美的麦特尔峰。维苏威火山位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湾的东海岸，是欧洲的一座活火山，距世界名城那不勒斯不到20公里，海拔1281米，其活跃历史悠久，是欧洲最危险和世界上最大的活火山之一。维苏威火山地处欧亚板块、印度洋板块和非洲板块边缘， 2.5万年前在各板块的漂移和相互撞击挤压下爆发形成。当时处于冰河时期，气候干冷，土地贫瘠，林木稀少，只有大片耐寒草原。随着欧洲气候的变暖，加上这里肥沃的火山灰，使得火山周边成为植被茂密的富庶之地。维苏威火山在历史上喷发过100多次，最近的一次喷发是在1944年，是欧洲大陆上唯一在过去100年内喷发过的火山。即使到现在，也经常能看到火山口冒出白烟。维苏威在公元79年的一次大喷发，摧毁了当时拥有2万多人的庞贝城，其他几个有名的海滨城市如赫库兰尼姆、斯塔比亚等也遭到严重破坏。直到18世纪中期，考古学家才将庞贝古城从数米厚的火山灰中发掘出来，古老建筑和姿态各异的遗体都保存完好。这一史实已为世人熟知，让人们明白其灭亡的根本原因。庞贝古城也成为意大利著名旅游胜地。从表面上看，维苏威火山似乎在沉睡，但实际上它一直处于研究人员的严密观测之中，并将该火山周围一定范围划定为红色危险区。安赫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圭亚那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是世界上最高的瀑布。由于落差太大，水从瀑布上流下时，在落地之前会散开成雨状，因此瀑布底部没有水潭，是世上难得的自然奇观之一。丘伦河水从平顶高原奥扬特普伊山直流而下，宽150米，总落差979米，是世界上最高的不间断瀑布。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首次发现了原本只有本地印第安人才知道的安赫尔瀑布。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赫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时，因飞机降落不成功而紧急迫降在山顶。之后，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他在荒野中携妻子徒步跋涉11天才到达最近的村镇，被当地人传为奇迹。
1956年，安赫尔在巴拿马死于一次飞行事故。遵照他的遗愿，安赫尔的儿子将其骨灰撒在了此瀑布中，而后委内瑞拉也将瀑布命名为安赫尔。安赫尔瀑布深藏在委内瑞拉的高山密林之中，它的水量虽然不是很大，落差却有979米，气势雄伟，景色壮观，果真应了那句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的著名诗句。此处无陆路可通，只能乘飞机才能一睹它神秘的雄姿。好了，这一期的视频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以及订阅这个频道并打开接收通知。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期视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